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现在中东的战火不断的升温，恐怕也会波及外溢到另外一个战场，也就是还没有结束的俄乌战争。那过去几年呢，乌克兰战场的支撑力量几乎是完全来自于这个西方的军援，像防空飞弹、还有长程导弹、战机武器系统呢，都依赖北约以及主要是美国来供应啊，但现在呢，因为中东战事爆发以后呢，大量的防空飞弹跟拦截系统优先开始被调往到波斯湾，甚至呢有消息指出，美国正在考虑把部分的武器从其他战区调往中东。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南韩的萨德啊，就是其中之一啊，有在考虑跟在讨论中。换句话说，当中东的战火升高的时候呢，乌克兰战场的资源可能得面临重新被分配的命运，而各种迹象也显示呢，乌克兰现在的防空系统已经出现压力了。路透社就揭露，像乌军所使用的 F-16战机，他们在这个飞机上面所使用的 AIM-9啊，就这个响尾蛇飞弹啊，已经短缺了好几个礼拜。F-16就是乌军的战机，还因此呢被迫得用机炮跟俄罗斯的军机在空中缠斗。好，那现在俄罗斯方面呢，国内也传出了有声音啊，说认为西方被中东现在的战事所连带牵制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加大对乌克兰战争的力度的时机。那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大使觉得啊，俄罗斯在军事上面会不会有更大动作的推进？您觉得？我觉得有可能，可是也不尽然，因为事实上的话，现在是川普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时刻啊。那你要从普丁的角度上来看呢，俄罗斯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一直认为，现在普丁最大的这个政治资产啊，在相关于俄乌战争啊，就是川普本人。哎，你再也找不到一个美国总统啊，全然接受俄罗斯的和谈条件，最佳助攻员，而且帮你一起对这个泽伦斯基施压。川普见到普丁，两个人是有说有笑，见到这个泽伦斯基都板起脸来了。而且过去川普上任1年来，帮了普丁大忙啊。因为武器供应也断绝了，然后向这个乌克兰施压，要乌克兰接受基本上是普丁的条件的一个和谈，一个停战的一个安排。对，所以你还能找得到，就普丁来讲，你还能够找到这么大的一个帮手吗？对，所以现在川普有难的话，他虽然很在乎伊朗的命运，可是呢，用这个时机给川普落井下石的话，那对于俄罗斯从战略上考虑，我认为并不明智。就普丁还需要川普？非常需要，因为川普对这个普丁来讲的话，真的是我认为是天上掉馅饼。那这个馅饼而且是又大又香的，那是很难割舍的，而且川普对欧洲人也不喜欢呐，对不对？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欧洲人现在恨得牙痒痒的。那普丁事实上两面受贿，对欧洲这边也得不到川普的关爱，然后泽伦斯基根本就是被当作这个应该接受俄罗斯的这样子的条件的对待。所以我们照一般的判断说，这个就是你这边吃紧了，那我这边机会就来了。可是我觉得要从拉一个战略的高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不是对普丁有利的事。对，您讲到泽伦斯基啊，最近泽伦斯基的一番发言啊，也蛮耐人寻味的啊。因为呢，他最近就证实说，美国希望乌克兰协助保护波斯湾盟国免受到这个伊朗无人机的攻击啊，但基辅方面就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呢，用乌克兰生产的廉价无人机拦截器来交换目前各国库存的爱国者防空飞弹。可是现在中东战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弹药就是面临吃紧的问题啊，现在最缺的就是爱国者飞弹，不是吗？几位？确实哦，那乌克兰在反无人机这个部分，我承认，它可能是世界上这个最有作战经验。相关反制的战法战术可能最成熟的国家，毕竟我们看俄乌战场，那每天这个激烈的时候，这个俄军都大量动用飞弹结合无人机，对于乌克兰全境，包括乌西的一些重要城市和军事目标实施攻击。而且我们看乌克兰国防部公开的一些数据里面，它对于无人机的反制或击落数量，其实按照它的公报，好像这个击坠率或防御率也相当的高哦。但是这个部分对于周边的波斯湾国家来讲，只能这个补充部分的需求，
反无人机这个部分，你可能有比较好的战法战术，但是实实在在要做到有效防御，其实还是要靠欧美这些防空飞弹、防空武器。也因此这个乌克兰这个盘算虽好，但是对于这个相关国家来讲，可能算一算来讲，你的战术战法再好，结果还是要靠我供应的飞弹。那不可否认的就是随着如果时间这个战事时间加长，而且这个伊朗这种无人机还是持续性的攻击，那对于这个弹药库存，特别是欧美国家的防空飞弹，包括反导飞弹的生产能力相对比较有限，没有办法大量短时间快速增加，因此这样的一个供需挤压的效果，自然而然乌克兰可以分配到的弹高其实更少，自然而然对于乌克兰战场上所谓防空和反导的压力也是与时这个剧增，尤其是俄国在逼你谈判的同时，它可能会施以更大的战场压力，让你在谈判桌上你的筹码更少，你必须要根据他的谈判要求来做一些妥协。因此，这个战局打下去，自然而然，其实有人说这个俄国是这个很大的赢家，我认为也确实如此。而且好整以暇嘛，反正现在就是不大量的推进，就是不大规模的推进，但是就是目前只要是维持盛世、维持优势就好。那刚才提到说，这样听起来、分析起来的话，其实换的几率真的是蛮低的就是无人机的防御器，然后呢来换这个爱国者防空飞弹这样算一算不合算。那现在军事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变数，现在大家包括战场内，还有包括呢全球都在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能源因为呢中东局势动荡，使得全球油气的供应再度出现紧张。那原本呢强硬主张禁用石油，就是俄罗斯石油的欧盟呢，现在出现立场松动开始有一些新的动作。英国金融时报就指出，包括欧盟执委会在内呢，最近他们都要求基辅开放现场查验，要证明乌方确实正在努力恢复石油的流动，但是乌克兰方面呢，立刻就以安全理由拒绝。那没想到呢，就看到了匈牙利就立即扣押了乌克兰国家储蓄银行的7名员工，还有这个在银行运输车上的4000万美元、3500万欧元跟9公斤的黄金。于是呢，泽伦斯基呢就改口，赶快表示说，他不愿意重启输油管输送俄罗斯的石油。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欧盟援乌计划因此受到阻碍的话，那这个输油管道呢，可以在1个半月内就恢复运行。而同一时间也看到了，普丁也是放大决，出了一个大招他说用断气，要停止供应这个天然气呢给欧洲来威胁所以现在看到，为了这个能源，大家其实都在想自己的利益。对欧洲来讲说，如果真的断了天然气，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吃紧那各怀鬼胎 ，Russ 怎么看各方的盘算？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因为美国轰炸伊朗有任何变化，那就是说，川普的立场非常清楚，从早就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接受几个基本的条件，比如说要接受部分国家领土由俄罗斯继续占领，所以不管怎么样，油价涨或欧洲目前没有什么就是能支援乌克兰，不管是现金或武器，会有生变了。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事情是没有变，那是在乌俄停止这个战争的最关键国家，并不是欧洲国家，还是美国，对，还是美国。那泽连斯基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虽然乌克兰还没有正式接受美国跟俄罗斯的条件，但你看泽连斯基第一时间就说美国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就愿意提供。因为泽连斯基知道关键也在于美国，关键真的是在于美国，所以欧洲国家他们当然是会考虑他们的能源的需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冬天不久之后就会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能源需求就没有那么像冬天一样。我觉得对欧洲国家来说还是有弹性的事。可是断气这种事情非同小可就是说，你觉得欧洲会不会因为普丁现在祭出这个断气的威胁而降低，或甚至有可能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普丁也不一定会这样做。他现在是先威胁。对，其实对普丁来说一样，
他希望美国可以继续向乌克兰施压，赶快接受条件，因为俄罗斯的立场是，那如果我们真的停战的话，那相关的制裁都要解除了，我们可以继续输出能源到欧洲或其他的国家，而且没有制裁的情况之下，可以继续输出了。所以我觉得普丁目前他的想法是，我也不要太惹怒欧洲国家了，看看美国川普总统向Zelensky 施压能否成功了。所以欧洲支持乌克兰，或欧洲对乌克兰国家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做法等等，我觉得并不是普丁最主要的考量。OK， 所以普丁这么说，其实无非也是希望给欧洲更大的压力哈。但是不管如何，其实从川普的身上呢，大家各国领袖也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面对你的对手，或者说你想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采取一个极限施压，恐怕是一个蛮好的一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在这一段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关注在最近中国大陆呢，在网络上面出现了一部非常火红的 AI 短剧啊，这个片名叫做《霍去病》。霍去病可能有些年轻朋友我不熟读历史的话，可能并不知道，其实他是呢在西汉武帝时代对抗匈奴的名将。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那这部短剧呢，其实被人讨论跟这个热度爆表啊，主要是因为呢，它只花了3000人民币的成本。更惊人的是呢，它只花了2天的时间就制作完成，最后呢还创下了5亿次的播放量。而这部作品呢，几乎完全都是由 AI 生成，从它的剧本、画面、每个镜头、剪接、配音，全部都是 AI 一手包办。而更让人震撼的是呢，制作成本呢，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只是3000元人民币啊，是相当于传统的这些影视制作作品的零头而已。那其中最大的关键呢，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这个 C-Dance 2.0。根据呢官网的资讯啊，说影片输出的价格呢是每100万 tokens 是28元人民币，不含影片输入的话，则是每100万 tokens 46元。换算下来，生成15秒的影片呢，需要消耗30.888万 tokens。那如果以46块的单价来计算，单条15秒的影片成本大约是15元人民币哈，也就是呢每1秒钟只花1块钱人民币就可以生成这样的一个影像的作品。那这样的生成成本呢，远大于西方像是特别好莱坞的这些电影。那当 AI 的创作门槛被大幅降低，现在大家也在关心的是，影视产业会不会面临一场这个产业的大革命？所以这次霍去病的爆红，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讨论。不过呢，特别让人注意的就是中国大陆在 AI 的这个科技上面的应用这个层面哦，特别被关注啊。您怎么看在应用方面大陆 AI 的这些发展实力？就是说速度惊人啊，对，这个其实用 AI 用人工智能，也就是说这种后置的工具哈，来制造电影，其实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在纽西兰，他拍这个所谓的这个《Lord of the Ring》，我忘记他中文魔戒的时候，它大部分就是所谓这种特效，特效。其实 AI 这某种程度我觉得是蛮相通的。后来也有这个哈比人啊，怎么样？那这些电影它后来上市都受到很大的欢迎，因为它的这种它的效果创造，还有它的新奇性啊，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呢？有非常大的票房。可是它当时成本也蛮高的。可是我去看过他那个公司在这个纽西兰 Wellington 的总部啊，他整个电影就在一个仓库里面做的，那个公司就是很小，那不像你以前，你是不是我们叫 Universal Studio， 像这个环球影城大片场这样子，那以前西部片啊什么片那都是大场面，现在这些都不需要了，就是用这种绿幕啊特效，就决定了。
那当然就是说，现在我看了很多这些大陆网民看了这一场霍去病以后，发了很多感想啊。有人就是说，这个 AI 的骗子哈，他说在去年这个年终时候看起来还是动作很这个好不耻，这个说不衔接，甚至有些面目都被扭曲的情况。他说哦，今天看到霍去病，完全不相信这 AI 造成的，没有想到进步速度这么惊人。这是第一点。第二就变成就是说，他这里面还有人的感想，就是说，如果 AI 再发展10年的话，他说这一句话讲得很有趣。他说90%的人都变成多余的了。哇，这个地球上这太惊人了，都变多余了。对。然后还有人就说，完了，演员赚不到钱了。不过你知道这种东西，我也不认为就 AI 很快的会让大家以后都要看 AI 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呢？到底你还是没有看到他的真人，你在里面创造一个人物里面，你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人物的演员本身产生这种实体的崇拜。大陆最近有一句话，有一个流行语，从去年下半年有个流行语很有趣也就是他们在一个这应该算是一个 AI 的这种初始阶段，可是大陆人民已经有一个感觉，年轻人常常讲说，我很喜欢这件事，因为它很有活人感活人感，也就是他已经知道他接触了很多不是活人了，甚至电话的时候，对方在 answer 的时候，可能都不是活人，对，都是 AI 语音的，都是 AI 语音回答，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AI 它能不能够变成一个怎么样感情上被这个社会完全接受，这还是一个考验啊。不过这部片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在 AI 的技术上面的这种发展之快。那而且最恐怖是那个成本降低到这种程度，没错，时间降低到这种程度，对，所以到时候人类就变成你永远是一个充裕的时代，而你在这么多充裕的产品里面，你怎么样脱颖而出？人类面临的将来不是匮乏，人类面临的是太多的选择。那你要思考，就是在给人 audience 或者说是这个customer 这么多选择的时候，你怎么样会被人家选上？是。你霍去病，你花30分，你花3000块，我花1500我也可以办一个，然后我花3万块，那看最后那个还是用人的那个最基本的感官各方面的情感因素在决定的事情还是无法取代。是这次霍去病这部 AI 短剧就是被大家讨论最热烈的2个数字，刚刚就是提到它的成本只有3000块人民币，然后呢有5亿次的播放。那比较这个好莱坞特别如果看到是好莱坞的大成本的制作，那确实这个它只是零头而已。过去其实不管演员、摄影、美术、后期团队这些相关的影视作品呢，都是非常花钱的，但是现在只需要一台电脑，再加上一个 AI 模型像 C-Dance 2.0生成影片的能力，这次又让各界大为惊艳。对于影视产业的冲击 ，Russ 你怎么看？以后还会有工作吗？以后可能不需要这个节目因为就可以用 AI 做讨论，对不对？我们4个都是 AI， 你可以输入我要一个左排，一个右排，一个亲中，一个亲美就好了，对不对？对，刷一个主持人或美女主持人，AI 都可以生成，对不对？但没有活人感但是说实在 ，AI 所有的方面都越来越好，对不对？所以你说今天它没有什么特点，但是以后 AI 就越来越细腻，这样对就会有了。那你说哪一个行业最后受到影响？那当然，影视广告有这些常用影片，这很明显。但是各式各行业都会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不管你是传统企业或金融界，那你通常为了拉生意，要做简报给客户，对不对？然后去拜访客户，拉生意。那以前需要几个人做一个简报，那以后就不需要，对不对？不需要这么多人了，对不对？所以各式各行业都会受到影响，是事实了。OK， 所以就像大使刚刚讲的，90%的人，那我们要尽量让自己成为那1%的不然的话我们90%都被淘汰。你看我大使是外交官，对不对？那以前一大堆人都要写报告，对不对？不管你住在哪一国，以后都不用了。
不需要那么多啊，对不需要。以前在华府，你的国会小组多少人，天天都写报告，那以后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找 Gemini 就好，或者 DeepSeek。AI 就是大幅的这个精简了人力啊，但是 AI 有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要讨论，是因为现在 AI 生成的影像其实越来越让人很难分辨是真的还假的，尤其像今天我们讨论到的像中东战争啊，最近伊朗的这个被美国跟以色列采取的这个联合军事行动哈，当然最近在网络上面出现了很多相关的宣传影片，你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说呢，有的时候呢是 AI 做的呢，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或是观众来讲哈，很难分辨。所以当 AI 能够轻易的像我们看到做的一个 AI 短剧，它能够产生接近几乎是真实的这个影像哈，像假新闻、假影片这些问题就可能会越来越多。基文怎么看哈？媒体识读将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吧？当然这些假的，大家其实很多这个乐听观众也知道是假的，但是这是有趣味，大家也觉得很好玩。比如说我最近看一个这个 band， 然后习近平弹吉他，然后那个川普好像在旁边这个干嘛？然后金正恩好像是打鼓，对，然后这个普京在旁边弹电子琴，大家就觉得很有趣，大家也知道是假的，但就是让你看了以后觉得很好笑，莞尔一笑。但是在很认真、很严肃一些场合，这种假的，其实就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国际舆论战，比如说最近的这个以色列和美国这个攻击伊朗，那传出很多这个飞弹互轰的照片或影片，其实普遍就有人认为里面可能有一些 AI 合成，但就目前来讲，其实很难分辨它的真假。特别是这种影片或者有关这种战争节奏过程里面所发布一些讯息，其实很容易因为它要进行所谓的认知作战，要动摇一些舆论，它特别弄。比如说这几天网络上还有就一位好像是伊朗人士吧，好像举枪自尽，那媒体上面有讲啊，这个人好像是因为泄露了这个哈梅内伊的行踪，这个后来这个哈梅内伊被格杀，畏罪自杀。这个大家认为很可能是假，但也没办法佐证它绝对是假的。但总体来讲，看过以后，很容易这个让人家认为，伊朗有一批人就是支持哈梅内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民间这个气氛，会产生一些怀疑。但总体来讲，确实这种 AI 未来的技术会影响到政治、经济各方面。我认为它就像那个诈骗，对，或者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行为，未来会不会有所谓 AI 国际的一些论坛进行这一方面的检讨？我认为随着它发展，这种外扩效应越大。